如果我问你，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有哪个角色让你印象深刻，并且又有足够多的戏份和出场镜头，甚至还决定过剧中主要人物的故事走向，但是却连一个完整的姓名都没有，你会想到谁呢？雪伊。雪伊到底是她的名字，还是她的姓氏？又或者完完全全就只是她在那个行业里的一个花名？和她这个模糊不清的姓名相同的是，发生在这个人物身上的故事也同样让人难以辨认清楚。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雪伊这个角色，你会发现一件很矛盾的事情。他看起来是在爱提利昂，他会依赖他，也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情绪起伏，会吃醋，会不安，会害怕失去。我们甚至都能够感觉到他在反复确认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爱我？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像爱情，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换一个角度，也许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他真的爱提利昂吗？还是他只是在努力地活下去？大家好，我是骑士比利。我们这个视频系列正在征集大家喜欢的影视剧作品。如果你也有希望看到的人物，或是对某个角色的心理分析感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讨论群。好了，话不多说，正片开始。雪伊和很多角色不一样，他没有家族，没有身份，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稳定的资源。他出身卑微，做着被那些高傲的贵族瞧不起的工作。他活在一个极其不稳定的世界里，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的从来都不是如何去爱，而是如何不被抛弃。所以当他出现在小恶魔提利昂身边的时候，这段关系的起点其实非常清晰，这不是爱情，而是一场纯粹的交易。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诚实的开始。但是仔细回想一下雪伊和提利昂的第一次见面，提利昂刚刚从鹰巢城死里逃生，却又在明月山脉遇上了高山氏族的部落。为了摆脱危险，提利昂说服他们一起回到了父亲泰温的军营里。没想到泰温却同意了部落首领的要求，在兑现承诺的奖励之前，答应他们让提利昂与他们一同上战场。提利昂与雪伊的初次会面就发生在战争的前一晚。我们能够想象，这时的提利昂刚刚经历了虎口脱险，本以为回到父亲这里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却没想到父亲泰温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态度再次把他推向了险境。要知道，以提利昂的身材去上战场，能够存活下来的概率比那些正常身高的士兵要低很多。心理学家认为，长期处于不被接纳和认可状态下的男性，很容易会通过性的途径来缓解自己在心理层面上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再加上当晚又是战争前夜，我们有理由相信提利昂最初是想通过雪伊来平复自己深刻的不安。而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会发现电视剧中还描绘了另外一组镜头。两人在完成交易之后，雪伊并没有立刻离开营帐，相反的，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轻松地聊天，甚至就连波龙也坐在边上。他们玩起了一个游戏，提利昂会说出他们曾经的过往，而如果他猜对了，那么对方就必须喝一杯酒。这个游戏看似普通，其实有非常奇特的魔力，它很容易让人不自觉地敞开心扉，由此会产生一种被接纳了的神奇感受。尤其是如果你被猜中了一些比较私密的过往经历，
其实你可以谎称对方猜错了，或是直接退出游戏。在第8季中，当众人战胜了夜王之后，在林东城的晚宴上，提利昂同样与布雷尼一起玩了这个游戏。只是布雷尼心高气傲，当他觉得提利昂戳到了自己的痛处之后，果断起身离开了那张桌子。但是雪伊并没有答应玩这个游戏，他一口回绝了，并在提利昂强行问他问题的时候一概予以了否认。就在观众们以为这场游戏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雪伊却主动开始向提利昂发问，并且他的问题直戳人心。他询问提利昂曾经的那段爱情。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原因，提利昂向雪伊敞开心扉，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少年时的那一场悲剧收场的爱情和盘托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从眼前这个身材矮小的侏儒嘴里听到的那场爱情的女主角，竟然也是一个妓女。听完了这段故事，波隆识趣地离开了营帐，只留下提利昂和雪伊2人。而从那之后，雪伊就按照提利昂的要求跟在了他的身边。我们没有办法确认雪伊是不是在那一晚对提利昂产生了感情，但有一点我们是能够知道的，雪伊最初答应提利昂留在他的身边，一定是看上了兰尼斯特家族的金钱。毕竟站在他的角度，去1对1的服务于一个有钱家族的儿子，总好过于每天被迫见到形形色色不同的男人。但雪伊一定没有想过，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当一个人长期处在一段关系里，当他每天都被看见、被需要、被回应，他会很容易慢慢开始产生一种感觉，也许他是真的爱我，也许我也爱他。于是问题出现了，当雪伊为了生存而开始依附于提利昂，当这份依附的时间越来越长，当从来都不被家人和社会接纳的提利昂屡屡开始向他吐露心声，当雪伊慢慢开始走入提利昂的内心世界，他自己是不是也会渐渐向提利昂敞开心扉？他是不是也会允许这个半生人了解自己的真实过往？甚至是当提利昂开始向他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时，雪伊是不是会觉得，原来他不在乎我的过去，原来他不在乎身份地位的差距？这会不会让雪伊对提利昂的这一份生存依附开始变得看起来像是爱？他还能分得清楚吗？后来雪伊跟随提利昂来到了君临城，提利昂深刻地知道自己的父亲泰温不会允许一个妓女出现在自己的身旁，所以他把雪伊安排在了城里的一处单独的住处，并没有把她带进红堡，并且提利昂千叮咛万叮嘱雪伊一定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她，因为这对他来说可能会是一种威胁。然而镜头一转，当提利昂再次回来找雪伊的时候，却发现八爪蜘蛛瓦里斯顶着他那颗光溜溜的脑袋坐在了房间里。再往后，君临城里发生了暴乱，穷人们开始食不果腹，开始仇视富有的人，而君临城也即将面临史坦尼斯的围攻。为了雪伊的安全考虑，提利昂把他转移进了红堡，并让他成为了珊莎的侍从。在原作故事里，雪伊更像是一个单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接近提利昂的角色，而在电视剧中却为他添加了不少的戏份。彼时珊莎还是乔弗里的王后，不久之后珊莎来了月事，出于恐惧，她本能地想要隐瞒这件事。当雪伊发现了之后，也帮着珊莎一起收拾，甚至当第3个女佣也看到了之后，
雪伊还追了上去，用威胁他的生命的方式警告他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相信，编剧和导演在电视剧中所增加的这些剧情，可能是为了塑造一个与原作有些不同的雪伊。而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想法去探索，也许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许这样的雪伊真的是在渴望一些物质财富以外的东西。他帮助珊莎，或许他至少也想真的成为一个侍女，从而洗白自己。并且毕竟凭雪伊这样阅人无数的女子，不难看出来红堡里的人哪些是疯子，哪些才是真正的正常人，谁是真正的坏人，谁又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可怜人。而当君临城摆脱了史坦尼斯的围困之后，观众们不难发现，提利昂对雪伊的感情似乎显得越来越真切，雪伊似乎也离转变成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夫人越来越近。只是本就变化无常的乔弗里在一众家族的暗中操纵和推动之下抛弃了珊莎，转而娶了来自高廷的提利尔家族的小玫瑰玛格丽，而珊莎则像是一个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工具一样，被甩给了同样遭到其他人瞧不上的提利昂。提利昂深知自己的家族不会容得下雪伊，尤其是自己的父亲，在自己过往那段悲惨的婚姻里，他看到了泰温对待自己和妓女的态度。而当自己成为了珊莎的夫婿之后，雪伊如果不能以兰尼斯特家的一位夫人的身份存在，而仅仅是以一个侍女的身份存在，就失去了足够的保护。提利昂太想保护好雪伊了，也由此他觉得雪伊应该尽快离开君临城。从这里开始，我们能够看到雪伊不相信提利昂是为了保护他。在他的眼里，珊莎是史塔克家族的长女，是北境最大的家族当前已知的唯一的幸存者。娶了珊莎就意味着继承北境的大片领土和众多历史悠久的丰臣家族。而雪伊自己是什么出身？她只不过是一个军营里的妓女。提利昂又是什么人？尽管他的身材再矮小，雪伊这点道理还是能够想明白的。于是雪伊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提利昂一定是想抛弃自己。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时候的雪伊其实呈现出一种非常典型的状态，焦虑型的依恋。处在这种依恋模式的人，往往很容易会在关系中表现出几个特征：他们很需要对方，但同时也经常陷入深刻的不安。他们渴望亲密，却又始终在担心会失去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会不断去确认，不断去试探，并且不断地要求得到来自对方的积极回应。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会不会离开我？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这个时期的雪伊虽然并没有真的问出上面这些问题，但是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会觉得雪伊很作。他开始出现更多的情绪，更多的要求。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但如果你站在这样一个角色的内在去看，会发现这不是他的任性，这更像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因为在他过往的生命经验里，他所过的生活都是极不稳定的。除此之外，他的那些关系更加是不稳定的。男人们永远不会长时间逗留在他身边，他们都会离开，而他和他们的关系转瞬之间就会结束，并且永远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这个人不会一直留在我身边。但提利昂又与他曾经遇到过的男人们如此不同，
他提供给他稳定的关系，他看起来愿意接纳那个出身低微的他，甚至他曾经亲口告诉他，自己曾经的爱情也发生在一个妓女的身上。雪伊在提利昂的身上看到一种曾经的他或许想都不敢想的未来，但是转瞬之间他就面临着失去这一切的可能，所以他只能一遍一遍地确认，而这种确认本质上其实是在问一句话：我是不是不值得被你留下来？当我们看到他在铁王座前指证提利昂的罪行的时候，我相信有许多观众会和剧中的提利昂一样震惊，甚至觉得提利昂的表情演出了我们自己心中的感受：愤怒、失望，甚至是厌恶。雪伊对提利昂的指控每一句都是真实的，但那全部都是被断章取义的偷梁换柱行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坐实对提利昂的那一些莫须有的指控。而最终雪伊成为了压垮提利昂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明就在这场审判之前，詹姆亲自得到了父亲泰温的承诺，为了能够保住弟弟的性命，他甚至不惜与泰温发生争吵。而就在审判开始前一刻，詹姆特意将这个结果告诉了提利昂，并嘱咐他一定不要多说话。而提利昂却被雪伊的那一句“你忘了吗？我只是个妓女”彻底的激怒，失去了理智，转过身朝向众人愤怒地咆哮出了那句名言：我真希望自己就是你们嘴里说的那个恶魔。被提利昂的情绪感染的观众很容易认为雪伊是在单纯地报复提利昂，报复他抛弃自己，报复他把他即将到手的锦衣玉食全部收了回去，报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比自己更高贵更有价值的珊莎，报复他即便到了最后还都要骗自己说那是为了保护他。但如果我们把雪伊的情绪往更深一层看，你可能会看到另一种东西，那就是羞耻。羞耻是什么？羞耻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我这个人本身就不值得。雪伊很可能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信念：我只是一个妓女，我只是一个可以被交换的人。男人们选择我从来不会是因为爱我，我不会真正的被选择，我迟早会被丢下。所以当提利昂试图送他离开的时候，他明明白白地告诉雪伊那是为了保护他，但雪伊根本无法理解，他看到的完全不是这回事。在他的理解里，提利昂对他说的更像是你已经不重要了，你可以被替换掉，你已经被丢掉了。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军营里，回到了那群满身肮脏和血污，甚至可能与他同样出身低微，但却在他的身上疯狂地宣泄着自己的征服欲的男人们当中。曾经的他活得那样低贱，活得那样没有尊严，尽管是为了生存，但谁又不愿意活得体面一些呢？谁又不愿意被别人尊重呢？或许在他看来，与提利昂的这段相处更像是一场精心预谋的捧杀，先把他高高的捧在天上，等他恍惚间相信自己遇到了真爱，却一瞬间将他彻底丢回到地上。对雪伊来说，这不是单纯的在生气，他是在经历一种被彻底否定的体验。而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一种羞耻中，最常见的一种反应是：我先把你伤害得体无完肤，这样你就不能再伤害我了。于是他做出了那个选择，那个看起来像背叛的选择。对雪伊来说，提利昂这次必死无疑，所以他可以狠狠地落进下石。在原作的故事里，许多读者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签来定义雪伊这个角色：现实、
贪婪、有野心，但不太聪明，并且依附权力。但电视剧版本中的雪衣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或许他真正追求的从来都不是金钱，他所渴望的或许是掌控感。在一个没有身份、没有保障、没有人能够真心实意地接纳自己，而自己又随时可能被抛弃的世界里，他是完全失控的。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无法决定关系的走向，无法决定自己会不会被留下，甚至他都无法决定与他一起走进关系里的会是谁。所以他只能抓住一切可以控制的东西，钱、位置，以及更加可靠和牢固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性中的贪婪，更是因为提利昂向他展现出了他这一生唯一能够抓住的确定性。也因此我们能够看出，雪衣其实没有一个内核稳定的自我。她是谁？在军营里她是妓女，在红堡她曾经短暂地成为了一个被承认的侍从，在提利昂身边她是一个地下情人，而最终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够成为兰尼斯特夫人。你会发现她的身份是流动的，而且完全依附于关系，而这样一来，他所依附的关系消失的时候，他的自身也会跟着一起崩塌。如果他成为不了兰尼斯特夫人，他会被迫退回到提利昂的地下情人的位置，而如果不能成为地下情人，他又会被迫回到珊莎的侍从的位置，而珊莎本就在兰尼斯特家族里吃尽了苦头，所以如果他不能稳固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又可能会退回到妓女的位置上。由俭入奢易，由奢回俭难，而万一他连妓女都做不了，那他又会是谁呢？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的选择会那么极端，因为他不是在失去一段关系，而是失去了他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当爱和生存混在一起，人还能分得清楚吗？对于雪衣来说，答案很可能是不能。他从来没有在安全的亲密关系中体验过那种稳定和包容的爱，所以他只能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一段关系。我被需要就等于我被爱了，我被留下就等于我被珍惜了。但是这些东西一旦开始动摇，他整个人也会随之动摇。所以他的悲剧不是他爱错了人，而是其实他根本没有机会学会什么是爱。雪衣这个角色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因为他很真实，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不太容易承认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爱，其实或许根本就不是爱。当这期节目的文稿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一句近些年经常被网友们提起的话：为什么许多人会选择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然后用自己的一生去怀念那个真正爱的人？我想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在某些时刻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紧紧地抓住一段关系，不是因为那个人让我们快乐或幸福，更不是因为那个人能够真切地接纳最真实的自己，而是因为我们搞混了一些东西。我们和雪衣一样，把面包和爱情混为了一谈。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这个系列的节目每周5晚会在 YouTube 首发播出，次日晚会在 B 站同步发布。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点赞，并将这集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在 B 站观看我的内容，请为我一键3连。如果你也意识到自己在一段关系中遇到了问题，
或是发现你自己明明很在意的人，最近却变得难以好好相处，那么我会很推荐你查看视频下方描述栏以及置顶评论中的在线心理课程。这是一门能够让你慢慢察觉到自己的内心，并开始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课程。只要点击链接就可以立刻免费试听。心理镜头系列正在收集更多的内容素材，如果你也有特别在意的影视剧作品，欢迎你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私信告诉我。让我们下期再见。I'm afraid our friendship can't continue. Our friendship? There's a ship waiting in the harbor bound for Pentos. What? You'll have your own cabin, of course, and across the narrow sea, a house. Servants. What is this? Married man. My wife has suffered a great deal, as you well know. I don't want her to suffer any more on my account. I need to uphold my vows. She doesn't want you. I You need don't to do want right by her, by our children. What are you afraid of? I'm not afraid. You are. You are afraid of your father and your sister. You're going to run from I them need all you your to life. leave. I'm not afraid of them. I'm not going to run from Shay. them. We'll fight them together. It's like you said. I am yours and you're mine. You're a whore! Sansa is fit to bear my children, and you are not. I can't be in love with a whore. I can't have children with a whore. How many men have you been with? 500, 5,000? How many whores have you been with? I've enjoyed my time with all of them, and I have enjoyed my time with you most of all. But now that time is over. You'll have a comfortable life in Pentos. Bronn will escort you to your ship.